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Liz。今天我来到了香港拥有米其林1星的宁波菜雍府。那先前就蛮期待来这家餐厅吃饭的，因为呢，我觉得台湾没有这么纯正的宁波菜。那雍府先前在上海已经获得了米其林1星的肯定，在香港也摘下来米其林1星，而且也是现在香港首屈一指高级的中菜。究竟里面是什么模样呢？我们就来瞧瞧吧。这次去香港吃饭啊，一个我很想去的餐厅就是雍府哦。那也因为今年雍府新摘米其林1星，就有注意到它。那再加上其实在台湾不太容易吃到纯正的宁波菜，所以这次就趁着去香港之便来品尝一下雍府的宁波菜色了。那宁波菜是什么样的菜呢？我在 Tate 的活动上面遇到刘正主厨，他也有跟我讲解一下宁波菜的特色。那宁波刚好又有山又有河又有海，所以宁波的菜呢有很大一种特色就是什么呢？海鲜捞来即可食的，所以都是比较咸淡，就是说咸鲜味的。这很有意思哦。我们一般在台湾调味可能是咸甜鲜、咸甜鲜这样子的哦。那但是在宁波其实甜味没那么多，反而是咸味很重要，而且要跟鲜味来结合。在江浙菜里面啊，如果你再去说跟上海菜的不同的话，上海菜是讲究浓油赤酱嘛，而且是以肉类为主，然后其实甜味会比较多，而且呢，宁波人擅长用咸菜、腌菜来搭配新鲜的食材。我们的咸菜腌好的咸菜跟烧黄鱼嘛。雪菜烧黄鱼是一个非常经典的，我觉得很经典的就是搭配。那这天我点了哪些菜呢？其实是经过一番详细的讨论，我跟外场经理他花了10分钟来讨论我们要点什么菜吧。这是我们用一个宁波的梭子蟹。哦，梭子蟹。梭子蟹对。然后就我们的厨师把茄就是做这个18掌，这是我们推荐的一个前菜。来到雍府吃饭，头盘大家一定会点的一道就是招牌18斩了。这是什么呢？这其实是梭子蟹从东海野生运过来的哦。18斩的意思其实是要把螃蟹的身体斩18刀，这个很困难。因为每一块肉大小要平均，然后还要有蟹膏在上面，不能有碎壳，这个非常考验刀工。那它的调味方式是什么呢？它其实不是腌制的，它是剁好之后直接淋酱汁上去。酱汁其实是比较酸一点点的，是吗？酸一点，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些米醋，陈宁波的，就是加宁波这个米醋。宁波米醋。对。哦。加一些酱油。再有一些那个花雕酒。花雕酒，它的蟹肉非常的甜。然后基本上是生的蟹肉，所以它还非常的软嫩，完全没有经过煮熟，它的蛋白质没有因为加热而紧缩起来，所以就是像在吸软软的豆腐一样。然后呢，很能开胃，因为它的味道是很锐利的，然后马上就可以打开你的味蕾了。这个是那个有切莴笋，还有配一个宁波烤菜，是。所以你可以先吃那个莴笋，然后就是那个烤菜。吃一下这个莴笋，其实我个人非常喜欢吃莴笋，因为我也喜欢吃它清脆的口感。那莴笋其实是这个莴苣它的茎啊，很多人不知道，它的茎其实非常的清脆。然后其实，在江浙菜里面常拿来做凉菜。雍府的这个莴笋，它把它做的有点像是辫子一样，其实也有点像海带结。然后调味的话，有一点花椒的那种椒麻的香气。再来吃一下这个宁波烤菜。那泡菜要讲一下，这个是宁波特别的一种烹调方式。你看到它黑漆麻乌的一团哦，这个其实是用小火慢煮的青菜。那靠的意思就是用小火长时间煮，让食材入味。
那传统的靠菜呢，在宁波来说，它用的菜是叫做天菜心。不过呢，刘正师傅在香港是用春菜来替代。你会看到它好像都已经软烂烂的哦，很乌漆麻黑，但是一吃下去就是菜本身的那一个有一点苦味，还有一点清味，然后结合了酱油跟糖的咸甜，然后在你嘴巴化开，其实是蛮疗愈的一道菜。放中间好吗？好。接下来是今天这份菜单的第一个重头戏啦，东海小黄鱼哦。我选择的是用雪菜冬笋去烧它，很经典的做法。这个黄鱼价钱啊非常高，我这天点的是最小的一条，你可以看到它的 size 哦。其实这样一条就要港币580块。雍府的黄鱼呢，包括它的其他的海鲜，其实它是新鲜空运到香港的，而且野生大黄鱼的价钱每天都不一样。如果是半斤的话呢，就已经要价4000多块人民币了哦，非常贵。黄鱼的最佳产地呢，传统上被认为是在舟山岛东部的附近的海域哦。那个海域呢，它是咸淡水交界。然后海底有暗流，所以这个黄鱼它的肉质会特别的软嫩。笋丝跟鱼汤。哦，笋丝跟鱼汤。然后这个比较像酸菜，它是雪菜吗？雪菜，对。哦，是雪菜。那这个黄鱼其实烹调的方法也蛮简单的，它就是用雪菜还有鱼汤啊，里面加了笋丝一起去烧它，非常非常醇厚的鲜味。你可以看那个鱼汤已经是奶白色了。刘师傅在另一篇报道里面有透露他们怎么熬鱼汤哦，他其实是另外用小黄鱼来熬汤，也是很厚本。而且呢，他提到熬鱼汤必须用大火把鲜味逼出来，然后再把它浓度逼出来哦，把它煮到这个汤色都成了白色浓浊的感觉哦，这样才够味。然后再加上雪菜一点点的咸味，还有脆脆的，以及黄鱼本身很细嫩的肉质哦，真的是很好吃的一条黄鱼。接下来我又点了一道鱼料理，不过这一次是淡水鱼，我点的是宁氏扇虎，那这个也是宁波菜的一个经典啦。豆瓣。韭菜。哦。就是加一些香油，带出这个香味。OK。其实第一口就觉得它是一道爽口的料理，马上有姜的香气，它有点姜的辣味，然后还有麻油的香气。其实它是属于那种清鲜的味道，调味很简单，其实盐跟麻油，然后再加上这些辛香料的香气，包括韭菜啊、姜丝啊。一边吃一边下面还在加热，一道很暖心的料理。确实，如果它凉的话，可能很快就变格格的，不好吃了。这个呢是我妹妹赞不绝口的一个蒸肉饼。那这个老底子蒸肉饼，我觉得味道很有趣，是在于说跟我们习惯吃的广东的蒸肉饼，或者是台湾会加硬瓜的蒸肉饼完全不一样。它不甜，这就呈现了刚刚讲的鲜咸合一这件事情，咸味很重要，有一点咸是不是？是非常 OK 的。给你配一个米汤。好，一碗就好了。一碗就好。好，白饭来了。这个肉饼一定要配饭，所以这个酱汁看起来就很下饭的样子。当做是一个主菜来吃。它跟一般我们熟悉的广东蒸肉饼不太一样的是，我觉得它味道其实不是那么的鲜甜。其实现在在餐厅点菜，我真的不喜欢吃太多厚重的肉，尤其是油脂很多的肉。那像今天这样宁波菜，我觉得还挺好的，以海鲜河鲜居多，然后调味也比较清淡。还有一个重要的调味是绍兴酒，所以你也可以闻到浓浓的绍兴酒的那一种比较深沉的香气哦，跟酱油结合就是宁波菜的一个经典的味道了。然后加上白饭吃非常好吃。那它还有一整颗跟着肉饼一起蒸的水波蛋在里面哦，所以吃起来呢还是相当的疗愈，相当的开胃啊。
可以先吃一下鸡中菌小炒。吃。接下来我点了一道当季的时令菜，是鸡中菌小炒。我其实一直都很喜欢吃鸡中菌，它里面除了新鲜的鸡中菌，还有茭白笋，还有一些猪腩肉，其实就是五花肉的意思，跟一些香菜梗。鸡中菌是云南的一个特产啊，那在台湾其实很难吃到新鲜的。9月嘛，差不多是进入秋天，所以是已经有鸡中菌这样子的食材了，那我就点来尝尝。鸡中菌你在哪？以前吃过鸡中菌是那种泡在油里面的保存的那种，这个应该是鸡中菌吧？这个应该是鸡中菌。这个茭白笋比较多啊。不过虽然鸡中菌的数量不是那么多呢，你尝到的时候还可以尝到它鲜甜的味道啊。当然你不要期待太高，就是一个寻常的炒菜是 OK 啦。但是因为我真的还蛮想吃鸡中菌的，所以就觉得有一点小失望。这是我们永福了很出名的一道菜，叫做舍得。舍得的意思呢，就是舍得把外面的菜叶剥掉，只留中间这个最嫩的菜心。来尝一下，其实是一道蛮简单的菜，但是呢，它显现的是一种气度哦。我愿意把食材舍弃，然后来吃它最精华的部分。不过我相信它外层的叶菜还是有利用啦，而且现在讲究食材零浪费，好不好？这个汤也算是蛮浓的，然后它已经熬到变成白色的，所以高汤的味道，那个动物性的鲜味是很强烈的，然后来搭佐这个嫩嫩的青江菜的菜心。那青江菜在香港其实又被称为小棠菜，所以如果你来香港听到小棠菜，不要以为是什么陌生的菜，它其实就是青江菜。那最后作为淀粉的结尾呢，我还是点了一道葱油拌面。那这个就是很经典的味道啦，完全是酱油糖还有葱去烧出来。这个葱油拌面还有一点点虾仁欸，它分得好好哦，还帮你把葱跟虾仁摆在上面，美美的。这个葱油跟它的下面酱油的酱汁是均匀的裹在面上。现在来吃一下这个葱油拌面。个人真的还蛮爱吃葱油拌面的，所以看到菜单上有，还是忍不住点来吃。那这个葱油拌面雍福的版本呢，我觉得是轻柔一些，比较没有那么甜，然后整体的味道其实也比较温和一点哦。但是因为吃到最后其实还蛮饱的，所以吃起来还是很刷脆的。真正重头戏的甜点呢，则是宁波汤圆，雍福做的特别有名哦。吃一下这个汤圆，断面秀出现了。刚刚这个宁波汤圆很好吃哎，我特别喜欢它的外皮。雍福的汤圆它其实蛮讲究的，像是说它用水磨糯米粉的皮跟馅的比例呢是1:1哦，非常强调这一点。然后我觉得它的皮真的做得很好哎，就是那个厚薄度真的刚刚好。然后一咬开来，那个跟馅融合的感觉，还有它在嘴巴里面咀嚼那个口感，那个软糯、黏糯的程度，真的是恰到好处。然后这个芝麻内馅啊，我觉得也是做的刚刚好，就是甜度恰当，然后有芝麻的香气，然后当然还有猪油的帮忙咯，所以是让人意犹未尽的宁波汤圆。那我以上点的菜色呢，就被刘正主厨夸奖说会点菜了，给大家参考咯。如果你想吃经典的宁波菜色，不妨就照着我这份菜单来吃。那这次到了香港啊，跟朋友聊天才知道说，现在香港的3大热门高级中菜，尤其是以价钱来说，新荣记、Win、永，我们跟大家介绍过了，还有就是永福，这3间呢是最高级的。而且新荣记跟雍福还在同一条路上，都在洛克道上面。这个香港的餐厅价钱呢，我这次去其实
感受到涨价。那当然，因为通膨还有疫情的因素，其实很多餐厅都在疫情后涨价了。台北也有 fine dining 涨价现象，可是我觉得香港涨价幅度更高我印象中吃一餐饭不会常常要到2000块港币吧？但是现在在香港啊，贵是指2-3千块港币以上哦。那像我这天在雍府吃饭啊，我结账的时候2个人我们都单点，其实是吃了3000多块港币，但后来才知道说，其实这个是雍府一般的平均客单价。那香港餐厅开箱也接近尾声了，希望大家还喜欢这一系列的内容哦。不知道有没有想要去香港吃一圈呢？那接下来我有其他旅行计划哦，而且呢，我其实即将要去日本了。那日本呢，我会开箱很多餐厅哦，东京的餐厅，还有这次跟江正成主厨一起游青森，有非常多精彩的内容，也请大家继续锁定咯。最后拜托，还没订阅我频道的人，请按一下订阅哦。然后喜欢我的影片，也欢迎分享给亲朋好友，并且帮我按赞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